谢谢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年的新演员，我叫海宇，谢谢大家 ，Hello， 名字叫海宇，是一个藏族。我觉得很多人对藏族还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印象。之前打车碰到一个司机，一上车就问我：“小伙子，老家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。”他没听过，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这是一个地方还是？”我说：“一个地方。”他对我很好奇，开始观察我，透过后视镜，我能感觉到他想夸我的家乡很漂亮，但他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藏族，所以他观察过后是这么夸的：“你们那边有蓝天哦。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他，我感觉不管怎么回答，我们两个都像一个弱智。是吧？我总不可能把头伸出去，我说：“哎呦，咱们这边没有啊。”来了，发现咱们这边真没有。他对我的好奇开始增加，刻板印象开始叠加。他说的话我已经听不懂了。少数民族小伙子，有点意思。蓝天来一段。蓝蓝的天空。我才反应过来，他想让我唱这首歌。朋友们，我是会唱，但我不会唱，因为腾格尔是蒙古族。他再这么回头下去，我们真去天堂了。好不容易到那个目的地，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，怎么少数民族小伙子一路上不说话，一点不大大方方的呢？”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对少数民族，尤其是藏族的刻板印象就一定要热情大方。不是的，是吧？我们那边也有我这种 INFP 藏族。草原上除了牛和马，也有小蝴蝶。我就是那种不敢跟人发生冲突、害怕打架吵架，会把委屈吞在自己心里的那种讨好型藏族。最怕的就是他这种索取型汉族。我感觉我只要给他暴露我的民族身份，我的笑容就得挂在脸上，印在脸上。包里面装满了牛肉干，脖子上挂60条哈达。一上车他说：“先生，手机尾号。”说：“不要管那么多，扎西德嘞。”讨好型藏族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。我之前演出结束，我想去吃水果，买一盒阳光玫瑰，这么小一盒，120块，太贵了。我打开那个包装袋一看，它都被拆封过了。我心想，你二手玫瑰是卖的贵啊。但我真的没有勇气说出那一句我不要，不敢说。我脑子里面全是我身边那些 ENFP 藏族朋友，自带高原气势，为自己发声。我想学他们，我也气沉丹田，努力练习。我说：“老板，你给我过来！这么小一盒卖这么贵，为什么？说！”我觉得我太帅了。老板看着我，我们这儿就卖120。我说：“好的，没问题，老板，对不起。”真的怂了。我小蝴蝶正吃就只能挣1个回合。我回酒店吃那个阳光玫瑰，哎呦，越吃越委屈。越吃越委屈，但眼泪还没掉下来，阳光玫瑰就吃完了。我好想变得爽快一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了我酒店桌上的维他柠檬茶，真茶真柠，够真够爽，要做就做最爽快的自己。INFP 喝完直接变 IMSK， 我是爽快的蝴蝶。我也知道这个广告出现的有点突然，但我要挣钱买阳光玫瑰。刚刚花了120块钱，不想当老好人。从那天起，我发誓我要改变我的性格。我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生存，我要当超雄。我想自信一点，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群体是过于自信的，对吧？能不能把他们的自信分我一点？比如说唱歌手。
我真的很羡慕他们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会提需求的群体了。我看过他们的演出吗？一上台就开始提需求了。Put your hands up. Give me some noise.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 please 都不说的。我很羡慕他们，因为他们会非常在演出结束非常张扬地问出一句：“我是谁？”太帅了！我看他们的演出，我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我都忍不住喊了几句。我觉得藏族很适合当 rapper， 真的，因为我们那边的高原文化和说唱文化就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。比如说，我们那边也有很多 beef。beef 也是我们那边的第一生产力。我们还有 beef 干、beef 面，还有大家最出名的毛 beef。但你们从来不听藏族 rapper， 你们只会去听维族 rapper， 对吧？那些新疆 rapper 名字寓意好，又酷又帅，爱热，那吾克热，一听就烫。你很难出去跟别人说，我反正喜欢尼玛。我喜欢。我有个好朋友，他的名字叫扎西尼玛，一听就超凶。他的性格，他都不属于那种快乐小狗，他属于那种快乐藏獒。谁需要他的名字，他咬谁。但这篇内容一定要提他的名字，因为他的名字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被污名化了。给大家介绍，尼玛在藏语里面，它其实是太阳的意思，所以这篇内容提到他的名字，热度肯定不会低的。我想学他，我也想咬人。我回到那个水果店，我反思自己，我就是信息给太多了。rapper 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。他给我报价120，我脑子里面在想啊，120啊，这也太贵了，我要不要说120好贵？说了他会不会笑我啊？我要不要说？要不要说？哎呀，好害怕，好担心。rapper 过去直接单。或者我在想，人跟人对峙的时候，如果我害怕发生冲突，我能不能说他听不懂的语言？如果我可以说我的家乡话，我在那个水果店老板，我会非常的自信，我会非常张扬的看着他，我说：“哎，俺国可是这样的人啊，俺国可是那个人。”我没有唱歌啊，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指119能不能卖？我知道几分钟的脱口秀很难真正改变我的性格，但我已经在练习提出需求了。这个节目录到第3轮了，我提出的第一个需求就是，我真的希望这篇内容讲完之后，以后演出可以有人知道我是谁，我是海宇，谢谢。谢谢海宇，喜欢海宇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海宇。黄渤老师好像第一个拍的，是不是？是哪个点？他这里边好多小细节，好像。对，他细节特别多。我得客观的说，就是你比如说77一上来，我看到他，我嘴角已经开始往上咧了。我觉得他可能就会给你带来一个接下来的这个喜剧感受。但是韩宇就是上来的时候，他给人带来的直观感受不是一个喜剧感受，感觉他挺严肃的。但他一说那个能量能力，还真挺厉害的。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他有那么的，刚才那叫什么 INFP 是吧？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。有关于他的民族以及他自己生活的事情，之前剖析的就很多，也很有趣。那我就不得不提那个嘿嘿，简直快成了我一个梦魇了。希望你以后变成一个快乐的藏獒。谢谢王博老师，谢谢。海宇是我今天特别期待的一个选手，我拍的点就是腾格尔那个点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铺垫特别好，他前面讲那个蓝天，或者讲那个歌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蒙古歌手的一个作品。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在那个瞬间，其实我跟那个司机是一样的。我想特别感谢一下双雪涛老师，因为昨天我们在开放麦碰到了然后他鼓励了我，谢谢你。他提那个二手玫瑰的时候，其实我想拍的，但是我又
总结了经验，因为刚刚七七在剪的时候，我拍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节奏，所以这个节奏感很重要，我就把它一直延迟到 beef 的时候，控制的刚刚好。你们可以看回放。beef 也是我们那边的第一生产力。哦 ，beef 啊，我们还有对，刚才 beef 的时候还跟我们确认啊 beef 啊 beef 啊，我以为是 beef， 我一开始以为是 beef， 后来马上转过来，但是还是打得比较及时了。所以您刚刚点评的是自己拍灯的时机多么的，不愧是我。你看这就是毫不内耗的人格啊！发现你每次都是点评自己。OK， 好，我要好好点评你了。其实我内心有很多话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如何转化成普通话。因为我也是讲方言的，跟你刚才讲了一句特别，叫什么100多块钱，对吧？硬過卡先硬嘅事。對啊，我就覺得呢句話非常猥瑣。他我心來想着我用海洋話如何表達這種難受，因為我或者下瓜這種海洋話會下。但是對，我做民謠嘛。他是不是罵咱来着？是不是？他說：“我覺得庞博你主持一般，就是這意思。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着我的眼睛。说双雪涛，你写的什么呀？其实，因为我听得懂粤语，因为我讲那个闽南语的嘛。其实我就是有一些方言的脱口秀，对，然后我自己创作很多歌曲也是那个方言的。然后我觉得又回来了，对，所以一开始在你的脱口秀作品里面突然出现一句这个特别有趣。OK， 哎，我已经很努力在点评了。What a comment！ 对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你刚才说那个我特别有共鸣，就是你鼓足所有的勇气，我要跟你开始争执了，然后一句话说完之后，人家怼你一句，你任何就不会反击了。对，我还在练习。但这件事情练习非常重要，练习是有用的。七七不用练，七七不用练，七七你教海语。我特别能理解博哥特别喜欢海宇，您的那个表现的那个喜剧状态，其实跟海宇有的时候还有点像。哦，是吗？是吧？就是哎，看着特别淳朴无害，很狡黠，还有点小坏。你前面的铺垫都没必要，就是有点狡黠，那个是重要的。哎，你看这个点评就是他有时候批评啊，他不会直接批评，他找一个桥，你知道，他把它渡过去，你知道吗？就看似无害，你知道，这个听懂了就行了。谢谢海宇，现在回到休息区。